我们来到了伊朗的宗教中心机构，这里像西方宣传的那么黑暗与狂热吗？他们会让我们看到什么，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？和我们一起看看在这政教合一的地方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吧。我们已经在伊玛目圣殿附近了，这儿真的是一堆朝圣的人。现在大概10点半，估计到中午的时候就该乌泱乌泱的，因为他们中午11点半还是12点来着，就是有礼拜。前面已经可以看到金顶了。我们进了大门口，在大门口的位置就被截住了，说是没袍不让进，连伊朗人都不让进，所以我们在等着里边的人拿着袍出来接我们。伊玛目里萨圣殿非常庞大，100公顷里边有20多个门廊、4个学校、9个庭院，好几个清真寺和圣人的墓地。圣殿曾出现过爆炸及刺杀事件，对安全就格外的重视。我们通过了安检，手机必须亮屏一下，而女性就要去穿袍，穿袍之后也包括推着婴儿车的人，也都会从两侧的房子进到广场里。阿沙哈德的意思是殉难者之地，整个伊朗只有这么一个什叶派的圣城，所以这儿会聚集来自阿富汗等很多国家的什叶派信徒来此朝圣。而我眼前的就是壮丽的建筑群。这边穿袍穿的跟打仗一样，然后自己不会穿，他会帮你穿，然后又是进门摸全身，然后展示手机，然后我的这个小花袍，我们游客没有资格穿黑袍，只能穿小花袍，而且小花袍可丑了，特别丑，穿完了像套娃，没觉得？就跟俄罗斯套娃似的，一堆小套娃小孩，脖子被扎住了。现在有点下雨，但是不大。哎呀，它就有点挡脸、挡眼睛。我们就是一堆套娃。对，他这儿就是游客没有资格穿黑的，对，这个都只能穿小花花，都绷着。我自己不会弄。它这里还有摆渡车，可以坐摆渡车到各个圣殿，自动饮水机很方便。Hello。学校带领着他们来朝圣。Hello。人群中的一抹红色。前面提着衣服包的是我们的向导，还有个女工作人员一起带领我们参观。我们就这样被带到这座华丽的建筑，尽管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。又是一个不灵不灵的清真寺，有电梯下，还有楼梯。现在准备进清真寺，要求脱鞋，但是脱了鞋之后要自己拎着。下来之后，我们要在这个房间听课，然后可以暂时把鞋存一下。这门就是个地图。视频介绍了伊玛目里萨圣殿的历史，让我们有了点初步的印象，至少不是两眼一摸黑的瞎看。听讲之后给放了一个简介。听讲之后就要从这闪亮亮的地方离开了。伊玛目的里萨建筑群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开始修建的，到目前为止修建了40多年，但是现在还在建，我后面还能看到很多吊车和正在建的工地。建筑群是24小时开放的，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，你什么时候来这儿都有人礼拜，但是在具体的礼拜的点，比如说12点、8点，然后下午5点这几个关键点的时候，人比较多。门突然关上了，然后所有人都要从左边的电梯下去，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维持秩序。本来以为要去后边这个宫殿，但只是在门口待了一下。后边不让进，后面是教徒的礼拜点，穆斯林专用。进到这个金顶的这个院子，又是一个4亿万的形式。背后的这个清真寺顶儿又包上了，不知道啥色的，正在维修。中间这个是净水池，可以用来洗漱，也可以喝水。这边的清真寺景点都会提供免费的饮水处，非常方便。取一个杯子下来，哎，还挺紧。放到这里会自动出水，据说这个是圣水。水喝起来有一点咸咸的，很凉。喝完之后丢到旁边垃圾桶里就好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大金球被包住了。
变成了大绿球。能看到那边正在修的门的脚手架，就能大概知道他们这个外面花砖是咋贴上去的。我咋感觉它是直接就是这种砖直接砌上的，不是说先拿泥糊一个再往上贴砖。施工现场的围栏是卡通形象的，挺好。他们那个报的是啥？灯。从侧院过来之后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厅，应该是可以过去的这个院子。门口有祈祷石，又是一个信息中心，破鞋才能进，所以穿一个不用鞋带的鞋是多重要。从在场信徒的外表来看，有来自中东的，也有来自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，果然就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礼拜堂。尽管没有刚才房间那样贴满镜子，但这室内装饰也一点都不马虎。尽管我们见过了不少穆斯林做礼拜，但接下来的让我们相信了信仰的力量。大为震撼。他们这礼拜的方式就是前面都是男人，后面是女人。我们没在这浓厚的氛围里待太久。伊斯兰的这种庭院中间是主庭，这样的庭院就是以主庭为中心，张开双臂欢迎的意思。感觉每一个清真寺的礼拜区域或者广场都长得差不多，跟着工作人员一路走，我们已经混乱了，不记得哪是哪了。引路的人，中央图书馆。这里是图书馆的院子，里面是图书馆，外面的古兰经和雕塑代表着这里的功能。雕塑是99本古兰经加一个金的古兰经。金顶院落入口里侧瓷砖是个龙的形状，据说。广场依然是41万，东西南北。伊玛目里萨建筑群最著名的金顶清真寺和金伊万。清真寺我们进不去，因为那个只有穆斯林才能进。但是中间的这个金色亭子还是很漂亮的，上面有好多的鸽子。我们进到的这个金亭的院落入口的这个钟是德国送的，然后对面的那个是英国的。对面。现在是中午12点的钟声，有能闻到洋葱的味道，他们应该是要吃饭了。既然在人最多的院子，该来的迟早要来了。我又再次被当地人拉着群拍、单拍、各种拍照了。这里人真的是太多了，地方也太大了，当地人一堆一堆的，拖家带口，男女老少一起来这儿做礼拜。今天还不是礼拜日呢，我感觉他们除了礼拜之外，还会在这儿做一些休闲，就是在毯子上坐一坐呀，然后带着孩子玩一玩啊，吃个野餐什么的。他们这儿好像是提供斋食，有专门的食堂，你可以来这儿领饭，免费的。我们还以为这就是此行的终点，
但接下来又是震撼我们的地方，也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。这里又是要脱鞋进场，然后门口有塑料袋可以拿，太让人吃惊了。它的那个大殿竟然是可以进的，但是它可能最里边的那个圣墓那儿不能进，但是它前厅可以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再次看到金灿灿。银灿灿。这个闪亮亮的大厅是第8任伊玛目阿里本穆萨里萨的陵墓，每天都有无数的信徒聚集到此，为的就是能够和这位已故的伊玛目靠得近些，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，也能使自己的心灵变得平静。那边发着绿光的就是伊玛目的陵墓，我们没办法穿过人群去近距离参观，里面的应该是伊玛目的墓碑。即使没在举行仪式，也有不少人坐在讲台附近。我们只能从中间的走廊这么走过来。我们穿过了整个礼拜大厅的通道，来到了另一端的出口。这回我明白为什么他让你拿塑料袋装鞋了，因为不是原路进原路出，这边也是闪亮亮的。然后向导带着我们往旁边一拐，这个大厅有不一样的雕刻。我们又进了另外一个大厅，据说好像是前面有一个举行结婚仪式的，希望能沾喜气儿。这里是当地的穆斯林举行结婚仪式的场所，那边真的是有一对在结婚。据说他们除了政府签字同意之外，还需要宗教签字同意，他们的婚才能真正的达成。新娘真的很好看，我们真的遇到结婚的了，并且新郎新娘同意我们跟他们合影。这里每一个大厅都闪亮亮的，包括刚才的婚礼大厅，甚至走廊的大厅也一样是这么闪亮亮的。从婚礼大厅上去的话，可以坐电梯。不知道这是铺地毯呢，还是收地毯？我们要离开里萨清真寺了，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，有点怀念，或者说有点舍不得。这真的挺漂亮的，但是确实全都是信徒，就很乱，觉得我们作为游客与这里格格不入。我们太扎眼了。所以你看穿这个小花袍，说是就是为了游客准备的，这样的话万一你走丢了，你找人帮忙，人能找着。你要是穿一身黑，别人都找不着你。不过这次的里萨之行，我们差不多被4、5拨人拦下来合照，然后被10来个人问你们来自哪里。感想被你这种泡泡蹂躏。哎，我的头发都乱成一团，都打结了。还好我今天穿的少，在前面那几个阿姨穿的多的，在那嚷嚷着热，所以我不热。我们从里萨清真寺离开了，这里真的是又大人又多，然后有4、5个清真寺的场院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如果没有人带着，还真的有可能丢。不过挺庆幸的是，我们看到了当地非常宏大的礼拜的场面，那一大片的人的跪拜，然后有唱经的，真的是挺震撼的。当时的感觉就是宗教真厉害，宗教真可怕。就上面一呼，底下摆硬，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喜欢就点赞评论吧，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旅程。